我在研究0063EL这支 ETF， 也就是俗称0050正2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我当时无法理解的现象。在前一支聊到0050正2的影片当中，我曾经提过，杠杆型 ETF 会有波动磨损的现象，也就是指数上涨 10% 之后再往下跌 10% 的时候，像0050这一类的原型 ETF， 最后会呈现下跌 1% 的现象。但是杠杆型 ETF 它的波动磨损会比较严重。如果指数涨跌 10%， 0050正2会涨跟跌2倍，也就是上涨 20% 之后下跌 20%， 把 120% 乘以 80% 会得到 96%， 代表磨损的 4%。 言下之意，如果指数是一路涨涨跌跌，最后回到原点，这也是股市非常常见的状况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杠杆型 ETF 应该是会亏损的。可是我在实际比较0050正2的绩效的时候，却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这边说明一下，我有时候会把0050跟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当作同件事来讲，虽然在实际上两者不同，可是差异并不大。而且0050正2其实持有的绝大多数都是台指的期货，所以它的表现应该更接近台股正2才是。我们可以来看看台股在过去的表现，你可以发现从2020年开始，这里有比较明显的上涨跟下跌。我们可以把时间 zoom in 来看一下，从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，从2020年开始碰到疫情的关系，曾经大幅下跌，之后迅速回涨，而到2021年的牛市涨到最高点之后，2022年持续下跌，2023年开始回升，最后在2024年创下新高。我们可以抓3个时间段来稍微验证一下。第一个时间点是20年的高点，之后会大幅下跌，然后在后半段涨回来，这是疫情期间的全球股市下挫之后回升。第二个时间段是在20年的年底开始上涨，经过一整年的牛市，结果在联准会暴力升息的情况之下，2022年回到了原点。第三个则是22年年初的高点，之后曾经一路下跌，最后经过1年多的熊市之后，在2024年涨回到了之前的最高点。在这3个时间段里面，台股经历了大涨跟大跌，有熊市也有牛市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起点跟终点的指数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就来看看，在这3个时间段里面，台股的指数跟0050正2它们表现分别是如何。这是我根据这3个时间段整理出来的表格。加权股价指数虽然不是完全的回到原点，但是非常的接近。根据这3个表格，我再进一步整理出这3个时间段的总天数、加权股价指数的报酬和0063EL的报酬。你会发现一件非常违反常识的事情。刚刚不是说指数在上上下下回到原点之后，杠杆型 ETF 的波动磨损会变大，也就是说0050正2在这段时间的报酬应该都要是负数才对啊，怎么会全部都是正报酬，而且报酬还蛮大的？像第2个区间，加权股价指数只上涨不到 2%， 可是0050正2的报酬居然是将近 18%， 这也太奇怪了吧。所以我很积极的去寻找答案。在长期推广0050正2的大人哥网站，他给了我一些答案。这是因为台指期货长期存在着逆价差。接下来内容牵扯到期货，所以比较复杂。我的一些资料跟图表也是来自于大人哥的网站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直接去网站看他的资料。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做期货。在讲期货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什么叫现货。现货就是指东西现在的价格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石油现在一桶是$100，如果你现在就跟沙特阿拉伯要买石油的话，买一桶就需要$100，这不会有价格的变化，也不存在价差，跟我们去菜市场买菜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但是期货是一种对未来的契约，在交易的过程中，可能因为双方对于未来认知不同，就会产生不同的交易价格，这中间的变化就叫做价差。同样举个例子来说，你是台塑的采购，你想要跟沙特阿拉伯来买石油，但是你觉得接下来中东可能会有新的战争，你预期石油接下来可能会涨价，很有可能会涨翻天，所以虽然现货目前是一桶$100，你愿意出比$100更高的价格来购买1个月之后的石油，你可能会跟对方说，我下个月用$110跟你买一桶石油吧。下个月的价格$110比这个月的价格$100还要来得高，这种现象就叫做正价差，这很容易理解。如果换一个场景，有另外一个采购，他觉得之后川普可能会上台了，美国的页岩油会大量的开采，石油价格可能会崩跌，所以他觉得未来的石油价格不是现在的$100，可能会更低。因此他跟沙特阿拉伯说，我下个月用一桶$90的价格跟你买吧。下个月的价格$90比这个月的价格$100要来的低，
这种现象就叫做逆价差。当然，这两种状况不会同时存在，一定只会有一种而已。让我们把状况稍微移回台湾股市，如果投资人都预期股市未来表现会更好，加权股价指数会更高的话，你就愿意出更多的钱去交易。这种比现在价值还要更高的点数就叫做正价差。相反的，如果你预期股市已经到了高点，未来表现只是会更糟糕的话，你就会出比较少的钱去交易。这个比较少的钱就叫做逆价差。在期货上面，这个月的期货叫做近月合约，后面的月份叫做次月或是远月合约。如果你想要长期持有期货，就像0050正二这样，在近月合约到期之后，就必须要转仓，也就是要卖掉近月的合约，改买远期的合约。在你转仓的时候，近月合约跟远月合约之间可能会有价差。当远月合约价差比近月合约来高的时候，叫做正价差。相反，如果比较低的话，就叫做逆价差。我们可以来看看实际的例子，台股目前究竟是正价差还是逆价差呢？从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目前是7月底，所以最近的期货合约是2024年的8月，是22,240点。9月的台指期是22,248点，这是一个正价差。到了10月的台指期货是22,272点，这个也是正价差。到了12月底是22,300点，同样是正价差。可是到了2025年3月，也就是明年3月，却降到了22,000点，这很明显是一个逆价差。正常来说，期货的近月跟远月的价格不会相差太多，但是台湾股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市场，这是因为它的殖利率相当的高，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，台指期货多半都是逆价差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用台积电来举一个例子，假设台积电下个月要除息了，台积电目前一股配发3.5元的股利，我们都晓得，把股息发还给股东之后，台积电股价就会往下修，而台湾加权股价指数也会因此而蒸发好几点。以台积电一档股票除息为例，它对指数的影响将近30点，也就是说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在台积电除息之后，台湾加权股价指数下个月就会减少30点。如果同期间还有其他股票也要除息的话，加权股价指数会蒸发的更多。我们刚刚提到，期货是对未来的契约，像除息这种会影响大盘点数下修的情况，交易双方都会把这种情况给预估进去，因此期货会预先把除息的影响给扣除掉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假设目前的期货价格是22,000点，下个月台积电跟一些大型权值股就要除息了，大盘预计会蒸发掉100点，会剩下21,900点。如果我是期货的买家，我会用现在22,000点的价格去跟你买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我知道下个月台积电就要除息了，会剩下21,900点，因此期货就会预先把除息造成的影响给扣除掉，看看除息可能会影响到多少的点数，预先扣掉之后，就是期货可能的价格。也就是说，期货的交易价格会比现货来的低，这就是所谓的逆价差的清晰。我们来看看大人哥整理的这张台股殖利率的图，从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间，台股的殖利率最低是3.26%，最高是5.6%，平均下来是4.1% 左右。我们可以顺带来看看另外一张表格，在台股高殖利率的情况之下，台指期货在过去几年都是逆价差情况是比较多的，特别是除息的旺季，也就是6、7月的时候，逆价差都高达到3位数。那么台股逆价差的现象跟0050正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刚刚提到个股在除息的时候，大盘会蒸发掉不少的点数，所以如果整体股市是不涨不跌的持平状态的话，股息不断发给投资人的情况之下，加权股价指数应该会一直往下跌才对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加权股价指数在历经了除息之后还能够回到原点，这就有点像台积电除息之后股价回升，回到原本的股价，我们称之为填息。也就是说，0050正二所持有的台指期货，在逆价差存在的情况之下，用比较低的价格买了远月的期货之后，加权股价指数会慢慢的填息回到原点，指数期货也慢慢趋近现货的价格，所以这段期货的逆价差就被0050正二给赚走了。再加上0050正二是2倍的杠杆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台股每年的殖利率是4%，在完全填息的情况之下，也就是指数回到除息前的位置的话，0050正二的2倍杠杆等于得到了8% 的报酬。这也是0050正二推广者所说的，虽然它是不配息的 ETF， 但是却有相当高的隐含殖利率。以上说的内容有一点烧脑，建议你可以回去多看几次，但是如果你还是看不懂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可能是我讲的不太好。结论就是，
0050正二因为吸收了台指期数的逆价差，所以虽然加权股价指数涨跌跌回到了原点，但是0050正二最后的绩效却远比指数要来得好，甚至是好的非常多。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指数看似回到了原点，0050正二的报酬却是正数，而不是波动磨损产生的亏损。当然，0050正二的上涨或下跌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，逆价差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投资人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有逆价差，所以0050正二长期下来是永远赚钱的。简单做个结论，从过去的回测数据来看，指数在涨跌回到原点之后，0050正二不仅没有因为波动磨损造成亏损，反而出现极高的报酬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指期货长期存在着逆价差。第二个，有逆价差存在，也不代表0050正二是一定会赚钱的，而是台股在长期下来必须要填息，也就是股市报酬长期必须要向上，0050正二才能够吸收逆价差带来的好处。第三个，从最近的资料看来，还有刚刚的数据看得出来，台指期货逆价差现象已经有所收敛，甚至转为正价差。未来是否还能够得到这部分的报酬，没有人能够保证。以上只是我的学习心得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